耗资24亿打造的古城，为何沦为空城？人多吗？没什么人，没有可玩性的。商业化严重。看人家古城搞得好，总认为自己造一个越来越的好。人造古城陷入窘境，暴露哪些问题？对整个市场的自身的能力判断不足，应该是确实有一定的决策失误。市场要买单呀，客户要消费呀，这一点你做不到，那确实这个就是失败。在我即将经过湖南的路上，正好刷到了央视对张家界大庸古城的报道。本来我也没兴趣逛这些完全不是景点的景点，但正好我要经过张家界，本着来多来了的思想，自然是停留了一天。因为爬梵净山略带失望的体验，张家界那些知名的景区也就算了，反正网上有好看的视频也不缺我这一个。实在不行，你也可以把阿凡达拉出来再看一遍，也算是体验了一下张家界的风景。所以呢，这次我就到这个被央视点名的烂尾项目去转了转。在这里我先聊一个小插曲，我为了做这个视频问了 DeepSeek 一个问题，央视为什么要报道大庸古城？然后你们看，他就开始幻想了，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对的。没办法，我又问了一下 Gemini， 这个基本上就和央视要表达的观点就一致了。我想这应该不是算力的问题吧。当然这么多古城，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要专门报道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在前几年的烂尾古城来说并不是很夸张，你看央视的视频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经济问题来聊，巨额的投资与惨淡的经营的强烈反差，盲目跟风的古城热的恶果，同质化竞争和规划短视。而我们知名的马督公也表达了他的见解，我们看看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观点可能更进一步，就是对张家界这些官员进行了控诉。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根本问题，其实但凡这些官员要是花了自己的钱进行投资，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了。他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大庸古城能盈利，就必须把张家界的人都挪到这个古城来消费。当我逛完这里以后，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最后我也来发表一下我对这个古城的看法。现在呢，我们就先看看这个花了24亿的项目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我看也就那么回事。好了，这就是知名的大庸古城啊，这南门口，一会儿我们到那个正门看看。我这次来呢，其实不是来逛那个张家界的，也不是来逛什么天门山的。他们说这个一天可能只能接待20个游客，我来之前呢是不相信的，完全不相信。现在好像这个门口真的是一个人没有。我怎么有种走到了那个北京前门大街的感觉。前门大街没办法，还是有人的。老实说，我也去过不少烂尾项目，但人家至少拿了钱要办事儿啊。而这个古城有多敷衍，也是我遇到的头一遭。一进大门，这个所谓的古城就会给你一种不知所云的混搭感。一排12生肖的兽首放到了大门口，人家圆明园那些兽首啊，是因为八国联军给偷跑了才剩下个脑袋，他这可好，就直接放了一排脑袋在这里。最后一看，原来是所谓的什么名人合作项目。啊，还把作者写着，什么作者？美术学院教授，足下书院顾问。我真的想问问这位教授，把名字刻在这里，不觉得自己丢人吗？这还是刚开始，你们看旁边那个牌坊，我可以说，就是有些高档的墓地做的牌坊都要比这个认真。这个牌坊实在是有点不认真吧？我说难听点啊，你就是把那个徽州那边的老艺人请来，哎，你不是花了这么多钱了吗？你做的认真点，对吧？你去那个石材铺随便找个工匠给你打了这么一个牌坊，你说这个连影视城要求都达不到啊！看中间那个大裂缝，哎呀妈呀！我们往里走，我就问你们，这是什么朝代什么风格的建筑？我觉得但凡他们当时找一个大学历史系或者建筑系的学生过来当顾问，都不至于弄出眼前这样风格的建筑。
这几乎就是一些有点历史的景点和沿街商铺的设计水平，真的不能再高了。可想而知，我想大家不用去找审计调查他们，都能想象这个项目投资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很多项目就怕那种，你要做就认真做，对吧？你感觉你投了个钱，就丢过去就不管了，长什么样啊？觉得钱越多，肯定就效果越好，不可能的。你所有的项目不用心做都是不行的。倒不是说你古城不能盖，有的古城啊都是在那种就是不是市中心的地方，它没人，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然后你这个是挺让我惊讶的，就是它就隔壁的路就是整个张家界最繁华的地方，对吧？就这种至少看起来还可以。这里面唯一可以看的建筑大概就是这个三元宫了，从外表上还能看出一些明清风格，可问题是还锁着门不让进去。本地人，你必须为本地人。你看这个叫什么三元宫，这不开的挺好的吗？然后前面放了个不伦不类的雕像。我为什么说中国人没有审美了呢？就是你走到哪里都是这种风格的雕像。你去西安，对，你去各种古城，全是这一种风格的雕像。然后我们又把话题扯回到这个没文化上面，好好的建筑门口又放了一个现代古典风的雕塑。我的确很佩服我们文理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文化就多读书，要是学习不行就找些专家来帮你们。还有这些不明所以的雕塑啊，在这个古城里比比皆是。哎，我去，这个设计很绝啊！这是为什么呢？放到这儿是吸引游客注意。饮马槽，装古的饮马槽，马腿没了。这也是有艺术气息了。等过100年，它就成文物了，你们信不信？啊，停车场有人唱歌唱戏。辛辛苦苦，什么叫辛辛苦苦，对吧？他们也把雕像立出来了，挣的钱，难道不应该判重刑吗？难道不应该判极刑吗？这些人就很神奇。我最纳闷的就是为什么要放这2个人的雕塑？中国名人这么多，他们既不是张家界的人，他们也没有给这个大庸古城做出什么贡献，而且这2位已经驾鹤了，单纯为了纪念也轮不到这个古城来做。反正我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这个古城的骚操作真的让人惊诧。秦永臣，2个大连人，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我不太了解啊，就是有正确的呗。项目简介，这是个项目，这放给那个领导看的。哎，我们做了个啥？其实也不是很大。老东门啊，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老东门。入剧场入口，这就是御见大庸。那最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著名的巨舰大庸，光听名字你就能想到我们的官员有多没创意。他们原来准备这个演出的票价要200多，你们看看这个表演值200块钱吗？你是哪个物的后手，敢动大庸卫正长矛？哟，这是哪个物的妹儿长了张比长毛还锋利的嘴巴？我们秀姑你都不认识，她可是我们大庸长得最美、手最巧的姑娘。她织的西兰卡布可是我们大庸最漂亮的。漂亮，
这个票价能看2场 IMAX 大片了，能至少看2场话剧了，演唱会至少也能坐最后一排了。难道他们真的觉得他们的表演比演唱会好看吗？脸都不要了。这真是看这个就跟我去西安的那些景点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我去啊，别怪我又骂西安啊，就是一堆没文化的人在搞这个事情，那你说怎么办？多重空间重度沉浸体验秀，我的妈呀！我们现在转到他们这个老东门，你们看看这有任何老的感觉吗？我觉得这个古城项目现在这个状态一点也不冤枉，就我这样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出领导这个项目人的水平大概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你们看这有任何老门的感觉吗？你们家装修都不带这样新的。我认为这的确是个景点，因为这里没人，没有人它就是个景点，你知道吗？没有人就意味着你可以在这享受叫什么独享的 moment。就这还有一个游客中心呢，你看售票，这个城啊建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是要收钱的。对，我现在根本没想好为什么收钱。你是里面有什么珍贵文物吗？还是怎么？古城外面停车场，一辆车都没有。央视的报道已经说过了，现在这个烂尾的项目唯一挣钱的还有这里一个停车场，我看我还是高看他们了。你们看这个停车场一辆车都没有，赚钱的办法千万种，能看出张家界的政府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既然转了这么多古城，聊到这里，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屁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到底什么样的古城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好的文旅目的地呢？首先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我觉得这就是基础条件。你不能凭空造一个莫须有的古城，或者是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来弄一个古城，否则中国凭空可以造出无数个古城。那你觉得西安为什么不把大明宫给复原了？大庸可能是有历史的，我就不谈知名度了，我就谈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风格的建筑真的是当时的建筑吗？真的不要谈历史，要谈历史我这个屁民都比他们有文化。第二，一个古城至少有一个或者几个完全能拿得出手的真的历史遗迹，这样的古城复原才有一个强力的历史佐证。我之前拍过大同，我在过去完全不了解大同的历史，但为什么耿彦波要赌上自己的所有去复原大同的城墙和古城呢？那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同有自己的底气，这个底气就是华严寺和善化寺、云冈石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遗迹，但这3个古迹在我看来甚至已经可以超越西安成为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了。而第3个就是认真态度，这个大庸古城啊，可能就是我见过最没有诚意的古城了，上面已经拍了各种风格、各种混搭，还有各种粗制滥造。还是拿大同来聊，如果你去大同修复的城墙上走过一圈，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那几乎就是完全按照明城墙的建造方式去复原的。而在华严寺里的那座华严宝塔和普光明殿，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完全就以为那是一座古迹。大同对于城墙和古城复原的认真态度，你也能了解到耿彦波这个人为什么如此难得了。所以我在之前的节目说了，大同就是中国最成功的政绩工程之一。即使对比隔壁同仁的古城的认真态度，没有看过的可以翻看我同仁的视频，张家界这个所谓的大庸古城高下立判。
我想大庸古城就是一个从立项到开工到建造一直到现在烂尾在这里，都是一个敷衍了事的项目。其实他们我说的是稍微认真一点，这个古城都不至于烂在这里。我们往后继续聊。其实最讽刺的就是在离古城一条马路的距离，就是张家界这个小城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汇集了大量的小吃和商店。我就住在这条街上，到了晚上这里可以说是人气满满，全是烟火气。比起旁边这个假古城来说，这条街简直就像个真古城。这里我想再重复一下我说过太多遍的一个简单道理，就是只有真正为本地人服务的古镇才能有人气。除了有气氛就是没有。我想现在大庸古城其实有很多办法来让这里走出亏损，而现在这里也就是这么放着，与其等上面来帮忙化债，真的可以动动脑筋，大脑是个好东西。好了，最后也说一下我对这个古城烂尾原因的总结，毕竟你都浪费了这么多老百姓的钱了，难道还不让我说两句吗？首先，这个项目核心就是官僚机构唯 GDP 论和政绩工程的驱动，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对上负责。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显然依然没有变化，以后烂尾的可能不是这些古镇，别的项目也会烂尾。第二，决策机制的集权化和非科学化，这个就是没有监督的权利，自然就是肆意妄为。第三，就是追责机制和终身负责制的缺失，在任的官员胡作非为，继任的官员来打扫残局，造就了这么多烂尾古城。第四个呢，就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模糊，政府就是该为市场负责的，不是又当裁判又当球员，责权不清，导致这些项目可以完全不尊重市场规则。其实总结一句话，制度问题，政府权力过大，如果不限制政府权力，永远就会有烂尾的项目层出不穷。我曾经做过一些关于大同古城的视频，全篇我都在夸赞大同，我说那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功的政绩工程。那也是因为大同不知道哪里修来了100年的福气，遇到了一位真正为大同着想的市长。可贪官常有，清官难遇，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地方都去撞大运，去等清官，只有解决制度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烂尾问题。最后我在离开张家界的时候，路上还看到了非常多的烂尾景点和建筑，包括这个古雍城，简直让人惊奇地方政府的大脑构成，这就是要把游客的羊毛薅光的节奏。他们除了搞这些地产文旅项目，大概率也想不出别的方法挣钱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央视要报道大庸古城的原因吧，上头有意思要敲打地方政府，可这真的有用吗？这些人居然还堂而皇之的接受采访，在我看来，这些人对于社会来说不但一文不值，他们简直就是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要放在古时候，就应该拉出去斩首示众。我上面说了，大庸古城真的不算什么，下一期还有更震惊的，这可比张家界的烂尾项目大得多。我们期待一下下一集。